我国白银的进口量为何远高于出口量？2021年，中国海关发布的有关白银类产品贸易的数据，国内银金矿进口1097678.71吨，银锭进口284.21吨，银粉进口3240.61吨。再看我国2021年出口方面，2021年国内出口银锭4570.21吨，出口银粉19.81吨。定睛一看，这不是白银类产品进口量远远多于出口量吗？为什么我国一边大量进口白银，又一边倒手卖出去呢？难道是当中间商赚差价？这卖出去的量也远远赶不上进口量啊！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咱们得先了解了解银金矿是用来干嘛的。银金矿是被选矿厂初步加工后含有高浓度银的一种产品。我国设置的银金矿进口标准为银含量不低于90%。银金矿与银金矿技术离不开关系，要想让银金矿拥有更高效的作用，就一定需要银金矿技术的帮助。银金矿技术能够将银矿里的杂质、其他金属分离而得到高纯度的银。银金矿技术越高，得到的银纯度越高。目前纯度最高的银产品银含量为99.99%。平常咱们所知的足银999的银饰品，便是含银量达到了99.9%，可见我国的银金矿技术已经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那些比足银纯度还高的银，被广泛运用在电力、电子行业和化工、医药行业。单论电力、电子等行业，就可以大概猜测出我国银的使用量不会低。这也代表着我国进口的银金矿，同时会在多种产业中再被出口出去。例如电子元件、电气设施、化工产业和医药产品。因此咱们不能单单用银金矿的进口量盲目做我国白银类进出口后的收益预估。2020年，中国海关公布了一组数据，我国白银类产品的出口量是3587.6吨，出口总金额有24.69亿美元。再看我国白银类产品进口量4139.85吨，进口花费的金额为13.67亿美元。对比之下，虽然我国进口量比出口量多出552.25吨，但是呢，出口金额比进口金额多了11.02亿。看到这儿，咱稍稍悬起的心也算放下了。可是我国竟能同时成为全球第2白银产出国和白银进口大国，又是为什么呢？我国独立银矿少，全球矿产银仅有不足30%的独立银矿供应。咱们拿美国的银进口量为例，2017年12月1日，据 CEIC 提供的银分类进口量，美国2017年银进口量是5270吨。由此可见，美国的银进口量不比我国少。咱们再看美国的银出口量，同样是 CEIC 发布的数据，美国在2017年的银出口量是160吨，我国的银出口量远远高于美国，其中秘辛可见一斑。一些敏锐的网友或许会想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国不能在白银方面自产自销，而要大量出口又大量进口呢？我国的银资源特点是这样的，我国特大型银矿储量大于5000吨，大型银矿储量大于1000吨，但若按国际规模划分，特大型银矿储量大于1万吨，大型银矿储量在2000到1万吨，银矿规模划分标准远低于世界水平。同时，我国银矿石品位普遍偏低，银品位大于1000克每吨的矿床只有3个，银品位在500到1000克每吨的矿床有15个，而银品位在200到500克每吨之间的有103个。其中一些独立银矿床也存在银品位较低的现象。我国银储量最大的、银品位大于1000克每吨的独立银矿床是银江狮子山矿区千星银矿，许多共生银矿资源、半生银矿资源的银品位更低，这就让我国只能大量进口银金矿，以满足市场所需。我国每年大量进口白银，为什么又大量出口呢？咱们知道我国银金矿技术是不差的，能够提纯出99.99%的银产品，而这些银产品大多运用在其他领域中，转而被出口。但是呢，银的种类繁多，还有银类半制品、银粉、银锭等等。就拿银粉为例，银粉也是白银类产品的一种，但我国对于银粉的制作还稍有欠缺。国内银粉厂商对银粉的精细化不足，而进口银粉在技术参数上具有一定优势，这就让国内需要银粉进行加工制作的商家更愿意进口银粉。
所以在2021年银粉的进口就有3240.61吨之多。我国虽然大量进口银金矿，但我国在机械、电器制造方面有着十分优秀的能力和技术。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2023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金额为19786.6亿美元。2021年我国进口银金矿的总金额约为28亿美元，可见我国银资源特点为我国带来了独特的银经济规划。我国银矿资源的形成主要是因为火山作用、沉积作用和中酸性侵入，地处三大银成矿区域，成矿地质条件相当好。这意味着我国尚未勘探到的地方可能存在着大量矿资源，潜在矿资源数量巨大。加上近几年我国陆陆续续发现了各种矿床，2016年以来，我国新发现煤炭矿产地10处，铁矿矿产地8处，锰铜铅锌钨锡矿产地共26处，还有其他种类的矿产地也被陆续勘探开发出来。而2016年1月27日被勘探出的四川李辉石超级大矿床，更是被估值3876亿。我相信，随着我国勘探技术的提升，勘探目标的扩展，我国定能够在将来开发出更多深具高价值的矿床。每天嗨科普，我是闪电哥，咱们下期见。